么朱元璋这么残暴，还能被称为千古一帝？有人说朱元璋在明初4大案里屠了10几万人，根本配不上千古一帝。朋友，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？今天就让你当一回朱元璋，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残暴，配不配得上这个称号。你叫朱重八，17岁那年赶上闹蝗灾，爹娘全都饿死了，连口国官都没混上，最后还是隔壁好心的王大爷给了你块旧草席。于是你找了个地方，用手挖了个大坑。入土前，你盯着他们那双凹陷的眼眶，心里难受的就像被刀扎了1万次。你跪在地上，使劲磕了3响头，就把他们卷吧没了。打这以后，你端了个破碗四处乞讨。悲哀的是，在这闹蝗灾的年景，连口凉水都讨不到，更别说粮食了。你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溜达，突然你看到一个寺庙，你跺脚咬着牙端了个破碗就走了进去。从此你开始当起了和尚，剃度出家，皈依佛门。可没想到，这寺里生意不咋好，每天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来送香火。老和尚还没事揍你姐妹玩，给你的粥比自来水还稀。这些你都忍了，只要不被饿死，咋的都行。可是意外总比愿望来得快，还没到2月，寺里生意彻底黄了。老和尚本来就看你不顺眼，多你还得多张嘴，直接给你丢了出去。你爬起来看着寺门，突然明白这世道根本不给老实人活路。你抹了把眼泪，把破碗往腰上一别，又开始了你的流浪生活。从亳州走到合肥，从陈州走到固始，饿极了就啃树皮，嚼野菜，夜里睡在破窑洞里，听着狼嚎数星星。这几年的流浪生涯，让你看尽了世间险恶，也让你明白了什么叫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至正11年，红巾军揭竿而起，郭子兴在亳州招兵买马。你突然收到发小汤和给你写的信，一夜未眠，最终还是咬咬牙投奔了义军。初见郭子兴时，你穿着补丁罗补丁的破衣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却昂首挺胸地站在帐前。郭子兴抿着眼打量你，问为何从军。你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活下去，也为让天下人能活下去。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带兵打仗，但你比谁都清楚，刀架在脖子上时不还手就得死。你从大头兵做起，啃过树皮，睡过坟包，却敢在援军围城时第一个爬上云梯。郭子兴瞧你打仗不要命，把羊与马是许配给了你。但郭子兴这人多疑，听了谗言就把你关进了大牢。马氏把家产全卖了给了郭子兴的小妾，才把你救出来。你知道，在这乱世，靠谁不如靠自己。于是你带着马氏逃回了老家亳州，开始招兵。徐达、程玉春这些日后的猛将，都是这时候跟着你混的。你带着招募的24人离开亳州，从河州打到吉庆，从采石矶的刀光剑影里杀出血路。你看着陈友谅的楼船在鄱阳湖上烧成火炬，听着张士诚在平江城里的哀嚎。突然想起当年在寺里当和尚的日子，那时候挨揍都不敢还一下手，如今却要争个天下了。你很清楚，要成大事，得有地盘，有粮饷，更得有脑子。你告诉士兵，抢老百姓1粒米砍手，杀一个无辜者砍头。老百姓都说朱元璋的军队从不抢粮食。你还招揽人才，把李善长、刘伯温这些谋士请到帐下。当别的义军哥们还在忙着烧杀抢掠时候，你却跟他们坐在应天府的大殿里琢磨人心。李善长提出广积粮，高筑墙，缓称王。于是你就把这9个字刻在城墙上，带着军队屯田种地，开荒炼铁。老百姓听说朱公子的军队不扰民，拖家带口来投奔，队伍也从几千人涨到几十万，彻底为你称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接下来的10年才是真正的地狱模式，你要同时对付3股势力，东边是张士诚，占着江浙腹的流油，却只知道吃喝玩乐；西边是陈友谅，事主上位，心狠手辣，战船比你的大2倍；北边是元朝，虽然日薄西山，却还有100万大军压境，但你偏偏选了最难啃的骨头先咬。陈友谅率60万大军攻南昌，你带着20万水师迎敌。鄱阳湖之战打了36天，战船被炮火击沉，你换成小船继续指挥。副将韩诚穿上你的盔甲，跳湖诱敌，替你挡下了陈友谅的追杀。那场仗打得江水染红，浮尸遍野。最后你用火攻烧穿陈友谅的舰队，看着他的战船在火海里爆炸时，你突然想起当年在大街上乞讨。那时候你连下一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哪敢想有一天能亲手灭掉天下最狠的对手。灭了陈友谅，张士诚就像块软豆腐。你让人在苏州城外筑高台，架起火炮日夜轰击。城破那天，张士诚躲在王府里自缢，被你手下拖出来时，还穿着绣金线的锦袍。你冷笑，
你坐拥金山银山，却让百姓饿肚子，该死！至正27年，你在应天府登基称帝。那天皇宫外挤满了老百姓，他们踮着脚往宫里瞅，想看看当年那个要饭的穷小子到底长成了啥样。你穿着龙袍站在奉天殿上，突然想起爹娘饿死前那夜，娘摸着你的头说：“重八啊，以后要是能吃饱饭，就别当睁眼瞎。”如今你当了皇帝，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大告，贪官污吏只要贪够60两银子，直接剥皮食草，挂在衙门口示众。他们都说你太狠，但你心里明白，老百姓怕的不是官大，而是官坏。你让人丈量全国土地，推行屯田制。从前给地主当牛做马的佃户，如今能分到自己的地。你规定耕者有其田，还免了3年赋税，老百姓边歌谣唱，天见朱皇帝开了大丰年。你让人疏通运河，修建驿站，从南京到北京快马7天就能送达消息。曾经要饭时走过的万里路，如今都变成了通衢大道。你一生娶过16个女人，但最爱的还是马皇后。她跟着你从一无所有到君临天下，吃尽了苦头，却从来没享过一天福。临终前，她攥着你的手说：“愿陛下求贤纳谏，慎终如始。”你握着她渐渐凉下去的手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这辈子最懂你的人没了。当后世说起洪武之治时，或许会嫌你太过残暴，说你杀功臣杀得太狠了，光蓝玉案跟胡惟庸案就杀了上万人。但他们不知道，那些跟着你打天下的兄弟们，后来有多少变成了欺压百姓的土皇帝。蓝玉强占民田，蓄养庄奴数千；胡惟庸结党营私，竟敢截留奏章。你坐在龙椅上看着奏报，突然想起了老家那些被欺压的百姓。如果连皇帝都不能替他们做主，这天下还算什么天下？你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明白一个理：皇帝不是用来享福的，是用来给天下人兜底的。你从早到晚批奏折，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右手食指磨出的茧子掉了一层又一层。有人劝你：陛下贵为天子，何必这么辛苦？你反问：当年要饭的时候，谁问过你辛不辛苦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从破碗到龙袍，从乞丐到皇帝，你走了整整30年。这一路杀过人，流过血，装过孙子，也当过狠人。但最骄傲的不是坐上皇位那天，而是看到老百姓在田里插秧时，脸上有了笑模样；是听到街头孩童念4书5经时，声音里有了底气；是让曾经踩在汉人头上的蒙古人，如今见了明君就得跪下磕头。所以啊，别跟你提什么天命所归，你的命是从阎王殿里抢回来的。你用铁腕治天下，用人心待百姓，你杀尽了贪官污吏，也伤透了功臣的心。有人说你是暴君，有人说你是明君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从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乞丐，变成了开创大明王朝的太祖皇帝，这份魄力与狠劲，千古少有。如果非要给这一辈子下个定论，你朱元璋不过是把一手烂牌打成了天下无敌罢了。